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9号，星期二。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1877人，确诊人数212061人，死亡率是10.32%。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0417人，确诊人数383893人，死亡率是7.92%。全美国是死亡112703人，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万，2006061人。死亡率是5%。油呢是38.6块，金子每盎司是1700，米和小麦的价格变化不大，牛肉和猪肉的价格也很稳定。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09。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夏天了，温度很高。纽约呢是艳阳高照，外面甚至达到了90度的高温啊！我指的华氏，很多人呢难以呼吸，泪流满面。那所谓的泪流满面啊，就是汗流满面啊。那么夏日防疫呢，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医生指出啊，病毒呢它在室外高温下呢只能存活几个小时。你只要确认你周围的社交距离没有人，你就可以摘下口罩。但是呢，在纽约啊，各个华人区和华社，它有免费给你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服务，免费的啊，不需要预约。那么室外温度很高，那口罩很难戴上。那么最近很多州重新开放，加上各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新的病例呢又有所增加，所以现在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在诊所里呢，一般呢对于华人的医生来说啊，在诊所里如果没有病人的话，他一般就不戴口罩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交距离呢才是关键。那你在公园里啊，也要注意和别人保持6到8尺的距离。你可以不用戴口罩，那么有人经过的时候再戴上，也不需要呢每分钟都戴，实在太闷太热了。目前呢，已经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这个毒性呢低了很多，反而增加了很多传染的可能性，就跟流感的演变一样。现在没有免疫针，没有特效药，关键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啊，那么人体内的维他命 D 的这个水平对抵抗新冠的作用比较大。那么水平高则重症率低，而在重症患者中呢，维他命 D 的缺乏率很高。所以平时呢，我们要摄入更多的维他命 D。当然，维他命 D 你可以通过口服了。当然呢，也不要吃太多，吃多了会中毒的啊。每天一次，医生叫做5000 IU 即可，最好半年呢验血检查一次。另外呢，每天要多晒晒太阳，也可有助于提高你体内的维他命 D 的水平。很多人担心空调成为传染源，确实是有可能存在的啊。那么新冠病毒呢，它可以在空调的空气里，它的过滤器里能够存活至少5天以上，尤其是电梯、车里的空调格外危险。怎么办呢？在你必须搭乘空调巴士和地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全程戴口罩，把感染的风险呢降到最低。就是你要在车里面，在这个地铁里也要戴口罩。最近1个星期呢，我们知道美国社交网络里最火的人呢，肯定是川普了，已经不再是弗洛伊德了，因为川普一下子变成了原创的地保男孩。之前呢，每个人把川普叫做川普宝宝，管他叫懂王，什么都懂。还有叫做疯人总统，现在呢增加了一个地保男孩的称号。当时在5月29号的时候啊，白宫外面还聚集了一群情绪失控的示威群众，特勤局呢基于总统的安排，把他和家人送进了地保避难。那么当时呢，川普确实不止一次进入地保，2天后呢，他又被安排进入了地保，以测安全。川普有没有躲进过地保呢？只有白宫和跟在总统身边的人知道有没有。媒体说有，但是呢，川普呢却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没躲进去啊，我只是进去看看。他还说我在白天下去的啊，我只待了一会儿，而且就是为了视察。白天呢没有抗议的问题，我之前就已经下去过2、3回了，都是为了视察用的。我们知道位于白宫之下的地保本来就是国防安全建设这样的地下设施呢，是为了总统临时避难用的。
那么为了总统的个人安全啊，临时躲入地堡本身是无可厚非，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相比前几任总统，是因为战争，那么和美国所谓的国防威胁进入掩体，川普作为入驻美国白宫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民众而进入掩体的这个总统啊，实在是丢人。川普呢，他躲进的这个白宫地堡啊，这个地堡很有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堡，它是设在美国白宫之下，专门为美国总统突发紧急情况而设立的高强度的防护地堡。按照一些外界流传的相关的准则，那么白宫之下的超级地堡具备惊人的防护性能，它地下有完善的供氧设备，有通风设备，有储备食物和饮用水，甚至还有紧急情况下可以联系到外界的完善的军事指挥系统。诸多的美国专家，他们相信白宫地堡的防护性能啊，不光可以免疫普通轰炸和炮击，甚至连核冲击都可以抵挡一二。里面的人呢，可以确保相安无虞。此前的美国总统啊，很少有人躲进这个地堡，大部分的美国总统只知道有这个地堡的存在，有时候亲眼见识过，但是没有去过。迄今为止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川普被掩护躲进地堡的。这是一座深埋在地下10几米的大型的掩体，能够容纳包括总统、幕僚、卫兵等200余人。为了它能够抵抗核弹、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打击，其实呢，这种地下指挥所呢，本身呢，在各个国家它都有。那和很多人想象有所出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紧急行动中心呢，实际上呢，它不是在冷战的时候兴建的，它是在2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建造了这座地下城堡，当时就考虑了抵抗核打击的可能性。那不得不承认呢，美国当时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不过即使如此，在真正面对核打击的时候，这座掩体的堡垒还配备了厚达10厘米的门。那么美国总统的优先选择呢，其实也不是白宫地下掩体，而是搭乘空军1号远离受到威胁的地面，或者直接钻进修筑在深山里面的军事基地。只是想到总统他因为示威者或躲入地堡，那么回避欣赏白宫外美丽的风景，实在是有点可笑了。川普呢，实际上对自己被唤作地堡男孩非常不满，因为这让他听上去呢显得非常狼狈，就跟逃跑一样。在华盛顿和北京啊这2个国家长达几个月的贸易战之间啊，美国农民啊就在川普谈判的时候，他们种植了大量的玉米和大豆。那么大豆呢，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中最大的农作物，他们希望今年呢收成有所好转。包括呢，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但是冠状病毒这种交易的好处没有实现之前就发生了，那么破坏了屠宰场的运输和运营，降低了需求，而全球的油价暴跌则关闭了原本可以填补空缺的乙醇和生物燃料工厂。所以美国农民啊，现在是理论上是很忠实的人，他们就是简单的希望地上放下一个种子，那么日后长出一颗庄稼。那么现在美国的农产品啊供应超级过剩了，美国农业部预测啊，2020年到2021年的生长期，玉米的平均农场价格就会跌到14年以来的最低点。预计大豆的价格呢也会下跌。那么早些时候呢，根据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的研究，即使通过政府安全网计划来付款，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者在流行病期间还是面临着总收入损失85亿到100亿美金的数额。川普政府在2018年到2019年，他花费了280亿美元来帮助受贸易战伤害的农民，并且承诺今年再拨160亿美元来抵消市场的干扰。那么很多的农民呢，他们还在做梦呢，还希望中国来买美国的玉米和大豆。但是美国虽然知道北京同意了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但是呢，已经不指望它了。那么根据未来的预测，那么美国的农业目前呢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如果今年美国有一个很好的生长季节，那么今年呢
应该还是可以能度过的。但是呢，根据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他们有大豆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认为啊，那么这个地区的农民呢，他们加快了对台湾的出口，并且期望这种高油酸的大豆油的需求啊，在台湾有增加。那么这种大豆呢，只是在美国能够种植，在美国的农民的眼中啊，那么他们的销售呢，还是处于很高的一个不定性。那么现在呢，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看到世界的顶级的奢侈品啊，在很大程度上它继承了欧洲的传统，但是他们的未来呢，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显得更加的中国化。那么现在由于美国和中国啊有很多的贸易纠纷，那么跟欧洲也提出了一个很紧迫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中国大陆本土上它有太多的精品店了？那么关于出现了这种冠状病毒的危机情况中啊，可以肯定的说，设计师他的品牌比以往更加依赖对中国购物者和中国市场的销售了。在新的冠状病毒问世之前啊，那么铂金包的制造商爱马仕，还有风衣专家巴宝莉，他们的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量中有超过了33%是来自中国的消费者。中国消费者早在2011年就超过了美国人，成为了按国籍划分的顶级奢侈品的消费者。那么这次危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趋势。中国消费者对高价手袋和手表的需求比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快地恢复了胃口。巴宝莉他们公布了它的全年销售数字，那么购物者呢，已经在中国一些重新开业的精品店排队了。IMF 曾经预计过，那么当前的健康危机对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冲击要比对中国的冲击更大，而且呢，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呢平均年轻了至少20岁，那他们有能力像可以支配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花在设计师的这些小玩意儿上。那么随着中国城市的这种禁售的升级啊，那么很多的这个店铺呢，精品店呢，临时性的关闭。那么其中呢，全球奢侈品中大概有49%都可能要被中国的购物者购买了。尤其是啊，在中国的精品店里有很多的品牌只是在境外销售，所以很多的中国的消费者依靠代购或者亲自去到欧洲买到在中国大陆的精品店不销售的产品。所以今年年初以来啊，这爱马仕啊，它的价格居然还涨了3%，而领头羊 LV 呢，还有这他们叫做 Louis Vuitton， 它下跌了14%。而奢侈品的指数啊，叫欧洲600指数呢，下跌了17%。那么奢侈品牌呢，因为中国购物者留在家里而担心销售受到打击。那么这种情况啊，使欧洲呢非常的担心。但是呢，理论上说啊，对于这个感染的担忧啊，阻碍了现在全球的长途旅行。因此，那么对于奢侈品来说，吸引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变得更加棘手。那么去年，中国的购物者在国外或香港购买奢侈品的比例达到70%，经常他们是在欧洲旅行的，因为他们在欧洲购买名牌呢，要比在中国国内便宜得多。那么现在呢，在上海，那么一款啊 LV 的 Speedy 25的这个手提包的价格呢，比欧洲的精品店啊至少要贵46%。所以目前呢，那么需要品牌的这些中国人呢，他们更多的呢是在中国的精品店消费，因为中国人已经很不容易再出国了。那么现在大量的名牌，欧美的名牌呢，他们在想怎么能再增加对中国的销售，所以在部分的情况下也影响了他们本国欧洲国家的政府对中国的外贸政策还有政治的作用。那么大多数呢，中国消费者呢，他其实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从网上购买。那么在中国呢，所有的欧洲名牌啊，这些时髦的，他们认为提高销售能力呢，它是比较尴尬。因为理论上应该是你要想卖更多的东西呢，你需要开更多的门店。那么普拉达呢，目前呢，在中国有230家门店。那么欧洲奢侈品的这个销售总额呢，有一半呢都是向海外游客出售的。那么在中国，这种品牌呢，都是在精品店里出售。
那么呢又加了税，所以非常的昂贵。那么如果在中国的销售增加了，那么想当然的他们认为欧洲的这些名牌也可以在当地被代购或者是亲自过来的旅游者能够消费。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的这个其他消费类别中啊，所有的奢侈品中啊，在病毒爆发之前，已经发现了那个苹果手机呢，在中国的销售额呢减少了。那么奢侈品公司呢已经别无选择了。那么这种对于大家都依靠中国一个国籍呢，每一个名牌呢，他们现在感觉到风险很大，他们不再希望只依靠中国一个国家了。那么同时呢，还出现了一些品牌形象问题啊，在中国消费者中啊，前往欧洲购买通常在当地精品店买不到的名牌手袋或者服装，有一定的声望。那么欧洲高级定制时装的营销神话可能比较棘手。有人问我啊，为什么华族人或者汉族人他没有发明字母？我们知道人类书写符号啊，它其实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图画，第二是表意符号，第三是字母。全世界很多国家它都发明了字母，而中国的蒙古族啊、满族啊、藏族，他们也发明了字母。那么只有汉族人他没有发明字母，是为什么？那当然这个问题呢，好像和以前我谈到的这些题目好像问题就关系不大，但是呢，我也有兴趣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知道发明文字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图画，图画很麻烦，被淘汰了。那么表意的符号呢，就是简化了的图画。汉字本身就是表意的符号啊，由于表意的符号呢不可持续发展，所以人类发明了字母。而字母呢比汉字的效率高，那使用汉字至少需要几千个，而字母几十个就够了。所以除了中国，全世界都使用字母。由于字母它不表意，而是代表说话的声音，所以发明字母就需要一个条件，大家都说一种口语。战国时期啊，中原地区说各种方言的国家被秦始皇统一以后呢，不再具有发明字母的条件，可以说秦始皇就是千古罪人。中原地区周边呢，它没有被统一的少数民族，蒙古人、满人、藏族人都先后发明了自己的字母。所谓的汉字文化圈，除了越南因为殖民地原因直接使用了拉丁字母，日本人、韩国人和朝鲜人都发明了自己的字母，因为确实字母比汉字好用。所以一个国家的书写符号呢，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按部就班的经过前面说的这个阶段，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发明。书写符号呢本身是没有版权的啊，我们知道，只要发现周围有人使用先进的符号，其实就可以拿来用。那拉丁字母呢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字母，也是最先进的字母。每天你看我在这个节目的有很多的语言，不光是在我荧幕上的语言啊，每次我的这个节目里至少有53种语言。越南人其实一步到位，他们汉语拼音呢也是拉丁字母啊。那如果我们使用汉语拼音，也是一步到位。可惜中国并没有到位。那么当时被秦始皇统一的汉族人呢，他没有机会发明字母，这是历史不可改变。但是今天中国没有使用字母呢，他不能还赖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了，只能怪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在吹捧汉字，他们歌颂秦始皇的书同文。能回顾一下日文、韩文和中文，只有这3种文字看上去挺像，特别是在每天我在节目中看到各种国家的文字里面，就这3种啊最近似。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就是包括啊整个的这个时装的全球时装的设计方向有个变化。那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们大家不知道不？在这个季节啊卖衣服的时候，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很多人都发现啊，你这个季度买的衣服呢不是这季度的，有的时候甚至提前好几个季度。那么很多年来啊，高端的设计师呢，他们一直在寻求调整时尚日历的方法。但是这一次呢，很荣幸就让冠心状病毒给他们了一次机会。比如说，由于中国和意大利的服装工厂，他们在2月份和3月份被迫关闭，所以呢，这种流行病呢导致了供应链的延迟，所以预计秋季的系列衣服啊，将在秋季而不是通常的夏季交付。
通常这些系列会在11月开始销售，以便为春季系列腾出空间。但是设计师现在开始讨论，如果他们在春季实际销售卖掉这些产品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考量。由于病毒的冲击，使你所有的衣服呢只好延后发布，那么延后发布就变成了应季的衣服。那么应季的衣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使你减少浪费。因为如果你在买非应季的衣服的时候呢，往往只穿了几次你就把它丢掉了，就反而对环境又增多了更多的污染。这是一个当前的一个考量，一个危机，恰恰又因为冠状病毒耽误了几个月，变成了应季的衣服。当然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的折扣可能会少很多，因为是卖的当季的衣服嘛。目前的系统中，品牌还是这个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支撑力。那很多的冬季大衣在冬季实际结束之前就开始销售，这已经训练了现在那些消费者他们都在等待，所以导致整个服装行业过去几十年内它这个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且廉价的衣服呢，对地球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生产的衣服数量从500亿增到了1000亿，翻了一番。很多消费者现在只穿几次衣服就扔出去了。所以呢，服装业呢其实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那么时尚产业呢，他们这个碳足迹呢大于海运和国际航空旅行的总和。所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呼吁全球的那个服装生产行业希望能够销售当季的衣服，而不是提前太早。那么消费者呢，当然了，他们可能要付更贵的价钱了，因为你买的是应季的衣服嘛。那么他们就要仔细的考虑这个花钱的方式了。那目前呢，尚不清楚这个世界服装协会的主席向全世界的服装行业发出这个要约，有多少响应的？但是确实是供人们思考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在中国内想买美国房产，你怎么办呢？你要到美国买房这是一个考量的地方，房市汇报。那么在美国买房呢，能亲自看房选房当然好。如果实在没办法实地考察，那你要认真做好前期工作你选择可靠的经纪人和利用现代高科技也可以高效率的完成你的远程购房。远程购房需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你购房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购买住房的时候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对于远程购房尤为重要。房子呢，你是想在美国做生意期间居住呢，还是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居所？是为你的孩子将来在美国读大学准备的单身公寓呢，还是想作为一项投资？你对于房子本身和周围环境有什么样的要求？确定了房产的基本用途和要求，当然经纪人就可以容易为你缩小街区还有房屋搜索的范围。第二，如何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呢？虽然你不可以亲自来查看房屋周围的街区，但是你可以利用网络可以很好的了解当地的情况。比如说社区人口，社区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网站查到，包括种族、人口密度，甚至包括了平均通勤时间的细节，还有社区特色。在你这个 Neighborhood Scout 网站，它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包括房价犯罪率通勤难易程度等等。公共交通呢，美国每天有3500万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呢，你可以使用公共的交通的分数网站来查询。公交分数通过计算的进公交路线的距离、使用频率和路线的类型来确定它的有用性和分数。再有就是学校教育质量，在非盈利网站叫做 Great Schools.org， 你输入邮编就可以看到当地学校的成绩，以及老师、家长和学生的评论。犯罪率，你可以在 My Local Crime 的网站输入地址，你可以查到当地的安全状况，从而破坏公物到枪击案。点击地图功能可以看到具体的犯罪地点，以避免到那些地方去。还有娱乐功能、文化功能和夜生活。Yelp 可以帮你找餐馆， Movie Phone 可以帮你找附近的电影院， Find Gravy 可以帮你找各地的活动，包括摇滚乐、教堂晚会、教堂晚餐等等。那么如果你要亲自出马看房旅行，要注意什么呢？你要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准备好几千块的备用款项，
用来购买机票和订酒店。建议一次看房的时间至少要4-5天，这样避免了一天内看很多房子，忽略到了太多细节。第四呢，如果你远程出租海外房产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委托房产经纪公司帮忙发布出租信息，并寻找合适的租客。业主和经纪人呢，他签订一个委托租赁的协议书。那么经纪人呢，帮助寻找合适的房客，经常通过 MLS 房源共享系统来发布租赁信息，加上经纪人个人平面广告和网络社交媒体去寻找租客。在所有租客提出的申请书中呢，选择最适合的来签订租房合约，并完成租赁的细节。那么委托出租的佣金呢，一般为全年租金的6%到8%，按实际情况而定。那么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下赌市的情况啊。那么根据美国博彩委员会他们现在的统计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有26个州以上，多达519家的赌场重新开幕，几乎占了全国赌场的一半。那么就说全国赌场有1000家了。那包括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4号重新开幕，所有娱乐场所都遵照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建议，防疫守则。全美多达519家的赌场开幕呢，进入赌场必须佩戴口罩，但经过保全系统时呢，你还必须得把口罩脱下来，以便让监视器记录你的脸部特征。那么赌场为了维护民众的卫生安全，特别严谨的还采取了额外的防疫措施，除了进出口设置体温筛检站，每个地点也都增加了安检人力，只要体温2度检测超过了华氏100.4度，则不能入场。此外，你进入赌场必须佩戴口罩。不仅如此，赌场它最受欢迎的机台赤脚的老虎，座位之间要加装透明隔板距离，但有的是没有有的是直接把凳子拿走了，让你站着玩。纸牌游戏限定了每桌最多只能容纳3位玩家，而玩家之间的座位之间也必须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赌场内吧台的座位区大多数还没有开放，仅提供饮料，而且使用抛弃性的杯具，餐点也仅限于套餐的供应。这次全国519家赌场重新开幕赌城拉斯维加斯开幕。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检测包括在各个州，密苏里州，那么还包括了这个新泽西州都开幕了。当时呢，现在赌场大量的需要原来的赌场的工人呢返回赌场继续工作，因为赌场已经向广大的赌客客人已经拍胸脯了，说他们可以提供安全的空间，只要他们能够回来消费。而过去关闭的这段日子呢，那么赌场花了很多心思来研究如何维护环境的卫生安全。所以美国博彩协会的总裁叫米勒，将赌场变成了一项新体验，确保宾客们在游戏期间来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以外，他强调要开放经营，所有的赌场就负起责任。我们会遵守所有监管机构批准的防疫事项，确保宾客们的安全。但是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美国的健身房重新开幕了，这时间很危险，记住这是常识。在我的节目最重要的是知道很多知识怎么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过得舒舒服服的，提升你的人生体验晚上7点到9点，尖峰时段健身房最危险。随着各州它开始解除了封闭令，那么餐厅、商店、健身房重新开放，那么新冠病毒它其实没有消失，也没有疫苗，因此出入公共场所呢还是要小心谨慎，特别是高危地区就是健身房。那么如何到健身房运动之余又能尽量保持安全呢？专家指出是尽量的避免尖峰时间使用健身房，也就是说避开人群，从而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绝大多数人呢，他们到健身房锻炼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天时间，通常人们在上班前后或者午餐的时间去健身房。那么现在呢，健身房的这个尖峰时间呢是早上7点半到9点，然后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在任何尖峰时刻到健身房都有风险。但是在尖峰时刻的尾段时间，就是晚上7点到9点时候是最危险，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群出入，健身器材最多人触摸过了。
那么由于健身房是在晚上关门后或者早上开门前才清洁消毒器材，因此健身安全专家指出，越早到健身房越好，以确保最少人用过器材。那么健身锻炼的人呢，他的呼吸还特别重，最容易散播飞沫，如果带有新冠病毒也容易令人感染，因此很多人担心到健身房容易中标。韩国就出现过他的舞蹈有氧课程导致112人确诊新冠。那么经过对3500人的调查，多达57%的受访者想等3个月或者更久才去健身房。而专家认为，如果你真的只能在健身房繁忙的时候才有时间锻炼的话，那么就索性不要去健身房，因为做运动也不一定到健身房，任何形式的运动和锻炼都很棒，不论是散步、跑步，甚至在家中锻炼，做跑步机，你都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如果你非要去健身房不可，那么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器材，你就可以改做自我的家庭训练。那么今天有一个让我最惊诧的消息就是中国的北斗我们知道中国的北斗卫星想跟那个 GPS 进行竞争。那么中国的白皮书说到2019年底国产的北斗兼容型芯片和模块销量达到1亿片然后那个具有卫星导航定位功能的这个智能手机销售量达到了3.72亿台那么目前呢，含智能手机在内的采用北斗兼容芯片的终端产品保有量已经超过了7亿台。结果让我最感到惊诧的就是居然他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他现在芯片的这个攻关方向目前导航定位芯片较为成熟和性价比好的工艺竟然是40纳米的，差点把我吓坏了。40纳米是什么概念？现在台积电就准备要量产5纳米、7纳米，准备研究3纳米，现在北斗芯片居然是40纳米，我已经是无话可说了。派 TV， 欢迎订阅，别忘了点小铃铛，我们明天见。